爹，咱是不是走错了？不可能，老乡说了，只走左转，左转再左转，然后右转。可咱已经左转6回了。那就是你记错了。谁大胆？就是他们2个，敢在凤阳骂赵县令是狗官！爹，兄弟们，别说了，咱今日非要见你们县令，咱要见你们县令！洪武大帝朱元璋微服私访凤阳第1日，被凤阳百姓套了麻袋。凤阳县百姓饿衣不完，食不果腹，粮仓空空。暴雨之后，凤阳市饥寒交迫，百姓苦成这样，咱这个皇帝心里疼啊！既然放心不下，那就亲自去看看。若百姓真苦，日后多加关照；若是那县令鱼肉百姓，咱亲手办了他。爹，前面就是凤阳地界了。站住！过路费都不交就想进去？可是县令逼得你们无路可走，只能在此谋生。告诉咱替你们教训那狗县令。你什么身份？别怪我骂赵县令。除了凤阳人，没人能叫赵县令狗县令。百姓竟如此护他，莫非被赵行烧了？这过路费怎么算？车5两，马3两，4舍5入，收你100两。这也能4舍5入？儿子，给钱。赵行，咱记住你了。靠右走，别占道，小心被交警大队罚款。凤阳官道年久失修，泥泞难行。凤阳粮仓空空，百姓食不果腹，百姓褐衣不完，苦不堪言。他娘的，全是假话！那边为何不用排队 ？VIP 通道？什么通道？县令大人说了，交钱多的体验好，这就叫 VIP 通道。进城费人2两，马3两，车5两。进城也收钱？想见县令另算。多少？500两敲门砖。好，好得很。外地来的吧？赵行这贪官敢骂赵县令，真是不要命了。这人真有种。爹，要不咱少说2句？咱偏要见见这狗官。卖炸串喽，煎饼果子，麻辣烫，比红月头糖还辣。有何收费啊？真香！3碗750文，别人1碗68文，咱凭啥这么贵？他吃普通版，你们吃的是250豪华套餐。你重八入乡随俗。你实话说，赵恒是不是贪官？那必须是。那这样的狗官，你们为何还护着？说起贪钱，咱赵大人是这个，你可以夸他是大贪官，但不能骂他是狗官。赵大人贪得好啊，他不贪，咱哪来好日子？以前吃不饱穿不暖，现在1个月能吃半个月肉，官不贪，还不如全让赵大人来贪。咱更要见见了，老乡。县衙怎么走？前面直走，左转，左转再左转，然后右转。群众里还是好人多啊。我先找客栈住下，你们父子找到县衙再来叫我。幺儿，是爹。爹，咱是不是走错了？不可能。老乡说了，直走，左转，左转再左转，然后右转。可咱已经左转6回了。那就是你记错了。谁大胆？就是他们2个敢说赵县令坏话！老兄弟们，别手下反了，反了！爹，我手下留情。咱一定要见赵行，咱倒要看看，让全县百姓护成这样的贪官，到底是个什么妖怪？又是谁在外头骂本官？大人，是2个外地老头，好像还挺有钱。外地来的，那得加钱。这日子才叫当官嘛！县令大人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！试验过了没有？试过了，妥妥的。现在就去研究所。大人，原来还能这么活蹦乱跳！坤子还不去驾车？没看见我要出门？来了，大人，来，驾车，驾车！这，你兜里装的什么？10个。出门还带赶食，你再这么吃下去，你老大我都要被你吃穷了。得了，爱吃吧。老大最好。差点忘了，现在咱没以前那么穷了。走，去研究所。能让大人从躺椅上蹦起来，这研究所又弄出什么好东西了？爹，这马车比您的车价还豪华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宫中上下尚且奉行节俭，竟有人如此民脂民脏。这马车是谁的？还能是谁的？咱们赵县令大人的。这车，整个凤阳县百姓都认识。幺儿，咱倒要看看这贪官吏伯坐着这等豪车，不能打草惊蛇，跟上要去哪里享乐？大人，好像有人一直跟着咱们。不用管，要不要让黑子去处理？每天崇拜本官的人那么多，那2个说不定是本官的粉丝。那饭呢？私生饭。大人，粉丝和饭不都是吃的吗？咋还能形容人？哪来那么多问题？卑职明白，崇拜大人的饭不能吃。爹，他是不是发现咱们了？要是发现了，早派人来套麻袋了。那他来荒郊野岭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贪官奢靡，不是建别院，就是藏宝库。好啊，爹，你又想到什么了？这贪官果然对自己不错，竟耗费民力，在郊外修了这么大的别院。爹，这地方看着不像别院，倒像有别的用处。除了享受，他还能干啥？待咱把他罪证收齐，消消气，吊在城墙上，让他好好赎罪。
二所长，大人，把那门意大利炮给我拉来！拉炮！大人的心血成了。爹，那是火器！一个县令私下造火器。大人，这是能投入战争使用的第一代成品。说重点，落点方圆20米内，寸草不留。距离越远，精度越低，但威力足够覆盖敌阵。来一发试试。先试多少？500米。爹有种不好的灵感，咋了？一个太子，咋还学刘伯温那家伙神神叨叨？等等，刘伯温跟咱一起来的，进城后咋没见他？爹，现在不是想刘伯温的时候。爹，我先去那边方便方便。行，那咱也去方便一下。爹，您在边上，我这咋不方便？你从小光屁股都是咱看着长大的，儿臣现在是有本事你篡位，咱没有二话。拉个屎而已，有必要用火器打我们？赵行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，爹，小声点，小声个屁！他是不是想造反？竟敢私下研究这等杀爹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贪污也好，奢靡也罢，看在奉养百姓富足，尚可查明再定罪。可私造火器，威力还如此巨大，咱父子2人今日怕是真的要交代在这儿。不错，范围差不多方圆30米，比之前有进步。每人赏20两银子，带薪休假3天，年假多加2天。大人真是菩萨心肠，大人真是个好人。闭嘴！谁是活菩萨？谁是好人？我给钱给假期，你们竟然还骂我！这月工资全扣1半。在大人这里说他好人，比骂祖宗还脏，不同情，真不同情。接着测1000米、3000米、5000米，全都试一遍。是。等等，先派人在学校检查实验范围。爹，他还要试1000米、3000里、5000。咱听见了。若此物真能打5000米，大明现有火器，恐怕远远不及。朱元璋一路从乱世杀出，自然知道火车有多清楚。他比闲研究重器，绝不可落在心怀不轨人手中。他赵行生活奢靡，他巧立木手起技淫，咱可以问。这事情已经不是贪官的问题了，这是军权，是能改朝换代的东西。这小子研究出来了，不就是第2个蛀虫吧？爹，他这是要造反呢！敛财、造炮、私造武器，咱倒要看看这赵行还要给咱多少惊喜。此事必须查清，若真是私造军械，便不是。你瞅瞅人家尚且知道了王侯将相宁有种窝，为了大业敛财修路，笼络百姓，研究火器，你就能给朕争口气吗？父皇莫不是刚才被火炮吓傻了？爹，您让我觊觎您的皇位？咱说的是气势，气势懂不懂？你们是干啥的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离研究所不到500米，县民都知道危险，打死也不会靠近。你们2个该不会是奸细吧？小哥，别声张，千万别声张，我们这就走，都不准动。爹，你一个娃娃敢拿火铳指着咱？你竟然敢开枪！对奸细不需要仁慈。爹，形势比人强，咱先进去。好得很。凤阳连小娃娃都敢拿火铳压咱了。走。爹，这地方不像别院。是不像。火药实验室、意大利炮制造厂、蒸汽机研发室，这些名字儿臣从未听过。这不是享乐别院，这是秘密工坊。爹，他们不像乱来。刘尚，你小子咋带了2个外人进来？奸细带来等您处置。好你个赵行，秘密工厂里还摆果盘。奸细，太好了，总算来了个奸细。爹，他们见到奸细为何这么高兴？怕是疯了。这2个奸细就给我们意大利炮研究所吧。一边去！你们啥都要抢，我们蒸汽机这边缺人，都别抢。我们火药实验室前几天又炸伤好几个，你们谁有我缺人？你讲就讲，谁打谁。这就是凤阳县最高机密之地。世风日下，光天化日，3人大战，当真热闹非凡。行了，都还没确认他们是奸细，你们就开始抢人。城里百姓自己打工，1个月少说也能挣5两银子，还能天天和家人团聚。你们2个从哪儿来的？我们是应天府来的，不是奸细。我叫朱大木，这是我爹。我们父子是来凤阳做生意的。做生意？是。不好好在城里待着，跑研究所的外头蹲着。正好在街上看到您面的车厢，便跟了过来。爹，您的名讳说吧。咱出生在8月，又在家里排行老8，所以名字叫巴巴。好家伙，你还真叫朱巴巴？没看出来，这老头父母还挺有想法，给孩子取这名。看完了没？行了，我就叫你老朱，叫你儿子朱大木。你老规矩，500两，不二价。500两，见本官一面500两，看你们父子情深，给你们打个8折。800两吧。大人，不是500两吗？你是不是蠢？能多挣300两还落个人情，为啥不按人头收费？当初到底咋想把你俩捡回来？摊牌了，1000两不打折，先交1000，看看实力。你这分明是借机敛财。这话可不对，这只是登门拜见的心意罢了。只是见你一面，竟要足500两，如今已然涨到1000两。你可知朝廷律法，官吏私自收受重金，罪责深重，依法当严惩不贷。大人，不如直接将2人处置，永绝后患。行事鲁莽，这般行事只会惹来麻烦，不如将2人拉去炮击之地处置。你们竟敢动用私刑，耗费心力研制火药火器，
便是用来肆意害人的。我钻研火器技艺，自然也能定下此地规矩。你口口声声说我贪敛钱财，可有确凿凭据？当面收取拜见银两倒还不算，我未曾依仗职权为你行过半分便利，既无职权相助，不过是旁人自愿送心意而已。实在厚颜。赵大人，些许薄礼，还望笑纳。殿静观火器全貌。即刻准备进行5000里距离火炮试射。5000里，这炮能打这么远？我可没这么说，试试而已。刘尚，务必稳妥行事，不可出现分毫差错。是，大人。装填发射，竟如此之快！由远及近，继续试射。此等利器若用于沙场，必能所向披靡。你我结交一番，这般精良火炮，不知能否择价售卖？此物乃是凤阳根基，绝非金银能够换取。我让你前来官商，私自买军械乃是重罪，你安分守己，切莫妄生异心。朱大木啊，通透懂事。马车许久未曾挪动分毫，此刻已然驶出甚远，底下做了减震。车马火器。回大人，各项参数尽数达标。大人，最终成果远超预期。这次做得好，俸禄往上提，福利也一并补全。福利？俸禄之外还有什么福利？敢问这福利究竟是凤阳何种新规？第一项养老，无需劳作，也可按月领取银钱。第二项医疗，百姓治病花销大半由府衙断产，若一时无功可做，府衙全额医治，另有福晋。工商，做工生育，生养子女也能领取奖赏，鼓励添丁兴旺人口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住房相关补贴，合称五险一金。多谢官爷，多谢官爷。男子为何也要缴纳生育相关福利？无妻儿之人确实吃亏些。你说谁吃亏呢？妻儿了不起啊！征战半生，走遍天下，今日才算真正大开眼界。爹，这6世联保听着处处为民着想，看似利民，内里藏着不少门道。治病出钱，受伤抚恤，生子帮扶，这般许诺太过夸张。在画下姚陛下为义取这般富的安稳前程，这哪里是百姓抚恤，分明是乡绅借机盘掠百姓。可如今凤阳百姓衣食富足，工坊众人也皆是真心拥护他。正因如此，才最为凶险。他能用钱财笼络民心，以后路招揽能人，凭福利稳住人心。这般臣子，若是一心效忠朝廷，便是大明社稷及之大幸。要是想巡查查办，记得先备好打算巡查资费。朝堂之中，绝不能容下这般难以掌控的官吏。我心中有一事，想问一问诸位。这各类保障所需银钱，说到底皆从诸位俸禄之中扣除而来。府衙收取的银两远远超出日发放的抚恤开销，不过是用些小恩小惠。你们谁能他并会如月发放养老银两，一直照看病病疾苦？他日他高升调任，卷走积攒银两离去，你们到时候求助无门，后悔都来不及。是赵大人到此之后，我们才有安稳营生，得以饱腹度日。就算他有心积攒钱财，我们也心甘情愿。更何况大人从来不会欺压贫苦百姓，寻常百姓那点微薄收入，大人向来不屑谋取。爹，局势不妙，少说2句。可惜令尊始终看不明白，父皇此番太过冲动了。方才当众驳斥我的举措，这笔账该如何计较？想来你并不知晓实情。推行各类民生福利以来，我一直都是自掏腰包补贴填补空缺，竟还要倒贴银两。向来擅长聚财之人，怎会甘愿这般亏本之事？我不过是心中发问罢了。如今看来，赵大人当真一心体恤百姓，乃是世间少有的良臣。日后定要借往来经商的由头，好好拿捏一番。既然无事，便一同回城吧。赵大人，回城之后去往何处？你们此前不是说商议经商时？我手中如今有新奇货物，可以交由你们代为售卖，看看你们的经商本事。若是销路顺畅，往后车马生意也能交由你们打理。爹，已经到地方了。拜见一面，尚且收取高额银两，没想到大人平日里办公的县衙竟这般简陋破败，还愣在原地做什么？说起来实在心酸。咱们凤阳地界实在贫瘠困苦，整整3年时光，日子过得实在拮据艰难，就连县衙牌匾损坏许久，都凑不出银两更换全新的。出行车马极尽奢华，反倒哭诉县衙清贫拮据。进来坐下闲谈。妃子，快为2位贵客奉上茶水。凤阳如今财力紧缺，如今也只能置办得起这般粗劣碎茶。平日里我向来只饮用清水，这般粗茶也唯有贵客到访之时才舍得拿出来。这般通透精致的器物，质感远超皇宫之中珍藏的琉璃宝物。此物品相绝佳，定然是世间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。不知大人是从何寻得这般好物？这般物件在我这里并不算稀奇，只要我愿意，想要多少便能造出多少。如今凤阳已经建成完整制作工坊，量产此物轻而易举。量产？何为量产？多说无益，你也难以明白其中道理。只不过眼下我暂且只能分出100件，对外宣称我们天下仅只有2件，珍藏于皇宫之中，由陛下执掌。剩下唯一一件流落民间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不流离，营销路不局。
那些达官贵人、富商巨豪买回去，有胆子拿出来显摆吗？他们只会藏在家中，日日观赏，越藏越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可若万一呢？难免有人私下相聚，炫耀自己手中有此物。若当场两家斗由头当噱头挣钱，岂不是穿帮？那就更不是问题了。为何？我还有个路子，品牌效应，故事概念。品牌效应是什么？此计说来话长，我与你们细细就说来。我先问你们，若把这琉璃盏给街边乞丐，却不准他转手倒卖，他会拿换不了银子，卖不出去，也只能成废物。不错，那若卖给普通农户100两一盏琉璃碗和3个铜钱一个瓷碗，他会选哪一个？自然选3枚铜钱的瓷碗。普通贫苦人家哪里个几文钱替代的东西？对普通人来说，衣食地势上周全，自然不会要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。再说了，平民百姓身上的油水小得跟蚊子腿似的，从他们身上挣钱没意思。咱要挣钱，一只卖1两银子，另一只我却能卖富商权贵两，甚至1万两，还要让他们求着我卖给他。这一路走来，赵行此人最擅长的便是操纵人心。整个凤阳县像一只牢不可破的铁桶，其中每一个做县内人对他忠心耿耿，还有这些人手上掌握着制作火器的技术，他们忠心于赵行。若赵行只是贪财，尚可查；可若他心怀不轨，谋逆造反，这满县百姓、研究所工匠、火器技术，便会成为他手里最快的一把东西。一个卖100两，一个卖1000两、1万两，大家自然会买便宜的，怎会求着你买贵的？这就是品牌效应。而且这个办法很简单，可以重复利用，几乎不需要成本。怎么做？塑造特色，讲故事，立概念，让所有人认定只有从我们手里卖出去的东西才有价值、有意义、有身份，然后再搞饥饿营销和名人代言。应天府那群富商权贵一定能被狠狠赚上一笔。这小子更适合当商人。名人代言不是你能打主意的，是抄家灭九族的大。我说的不是炒菜用的盐，名人代言是请一个有名气、有气、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用我们的产品，别人一看大人物都用这个，那自己也要买，便能离自己崇拜的人更进一步。我的东西是身份。陆大漠，你这脑子可以啊！彪儿学得还挺快。那饥饿营销又是何意？简单，是让铺子里的伙计饿着肚子卖东西，卖不出去就不许吃饭。若真如此，未免太过苛刻。你的想象力真丰富。不是，不给伙计饭吃，他们哪有力气给你干活？什么意思？你们拿着这批货回应天府，要做3件事。第一，塑造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。第二，找一个足够出名的人，要是你们能借到皇帝名号，也算你们有本事。这贪官竟真敢拿皇帝做噱头。第三，编故事。编什么故事？对外宣传此物乃海外齐国神赐之物，从远洋而来，历经风浪万里入大明，再和爱情、权势、福运、长寿这东西扯上关系，故事越悬，价格越高。价格调高一点，每隔一段时间只限量卖3、5个。若有人想多买，不给，为何？越不给他越想要。那些达官贵人不怕东西贵，就怕别人有，他没有。你越说起稀缺，他越觉得尊贵；你越说此物只配有身份的人收藏，他越怕自己不配。这样说能明白吗？好家伙，真难喝！这茶渣子真不是人喝的。方才还说这是招待贵客的好东西，还是奶茶好。茶叶水兑奶加蜂蜜，再加煮烂的红豆，才叫人间值得。敛财造势控价的路子当真不少，这破败县衙怕也只是给外人看的假象。咱已经明白了，这批货便先拿走。你这是何意？货款，不然呢？你不会想白拿吧？说吧，多少银子？100个琉璃盏，3万两银子拿走。100件3万两，一个便是300两。若运天之和行之法讲故事立身份，卖到1000爱两也并非不可能。点，3万两不是小数目。行，这银子咱来掏。不过现在身上没带这么多银票，可以得回去拿一趟。老朱，你先去，到时候直接来县衙找我。二位老爷慢走，下次再来，咱们必将扫榻相迎。请。爹，这师爷倒是懂礼。哼，比他家大人像个人。江湖一笑，浪滔滔，红尘尽忘。夫人，等会儿还可以给您做头部水疗。水疗是，您喜欢水温烫一些还是温和一些？这几种花香精油都可以选。这个地方倒是会享受。我们沪阳客栈服务第一。小小几页纸，竟能汇聚政令、民生、商训、文章，此文见解不俗，必命。江湖一笑，浪滔滔，红尘尽忘。凤阳奇才，竟连民间闲谈都能写得如此引人入胜。梓潼，你可在里头？进来吧。你这是？梓潼，你脸上这是何物？专门给贵宾套房添零。咱怎么看着这颜色，总觉得像有毒物？赵老爷，您夫人完全可以放心用，我们经过很多次试验，绝不会有问题。宠爸，别大惊小怪，挺舒服的。这东西效果倒不错，可以买些带回应天谷。子团喜欢，那便买。这贪官真会挣钱。子团啊，有事求我。咱和赵行谈了笔生意，需要3万两银子进货，不知3万两？正是。确实是个禁物，那是自然。只是这3万两银子，子团放心，咱一定尽快还你。好吧，100个。不错，咱有把握，此物回应天府，稳赚不赔。宠爸，你可能被那个赵县令骗了。骗了？
你可知道这琉璃盏在这座铺子里卖多少钱一只？咱还没来得及逛街，老王秘制小汉堡，走一走看一看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梓潼，你叫咱，我问是你？微臣岂敢直呼陛下姓名？那是谁叫的？莫不是咱幻听了？重八，你瞧，可是那个摊主在吆喝。今天开业第一天，一个汉堡只要8文钱。摊主，来一个汉堡，味道不错，你还吃得下？8文钱，里面有鸡蛋有肉，有精细白面馒头，又大又实在，确实不贵。让怎会儿的是百姓的收入来看，花兴8文钱的汉堡，也莫为一抠时怒上心头，处置了赵行。梓潼，你是在替他求情？我是在替凤阳百姓说话，他能让百姓吃上饱饭，脸上带笑，是难得有本事的官。赵行今日从未接触过紫檀。好，大荣发，这名字倒是直白又发。一听就是赵行起的。纸张本子大甩卖，今日买2送1，一本32张纸，买回去给孩子写作业，只要50文一本。50文，买亮送眼，白色干净，随便选。政府上好宣纸，这一张3丈文，竟只要50文。这纸质量不差，何止不佳？若此纸普及，天下读书人的花费能降下大半。这样，我给你8折，你8成价格拿走，最低6成价给您拿走，6成，再送个巴掌大的小本子。买！博文，你这是？老爷，此物价廉质优，若天下书生皆能用上，大明文孝可兴。如此齐全，且价格不高，倒是真便利百姓。好，这小子便是这样欺骗咱定要治他欺瞒之罪。这个罪名你别忘了，现在你的身份只是一个富商，赵行也只是和你谈生意。那咱便吃这个哑巴亏？也不一定。既然想拿这些东西去卖，直接从这里买不就行了？对，10两银子就能买100多个，何必给赵行3万两？小二，这些琉璃啊，赵行，你想赚咱的钱，咱偏不让你如愿。您好，这些琉璃盏是 VIP 商品，需要会员卡才能购买。VIP？敢问姑娘，VIP 是何意？就是非常重要的人意思，也是我们店里的重要客户。如何成为 VIP？拥有凤阳县本地户口，然后在本店存上2两银子就可以办理。不是本地户口，买不了。是的呢。那这2两银子呢？可以用能享受折扣优惠。请问几位要现在办理 VIP 会员卡吗？赵行还真是处处算计，旁人根本占不到他的便宜。如此看来，只能从他手上买。走。老朱，你来了，快坐快坐。黑子、坤子还不出来招待贵客，一个个躲着等挨训呢。请用茶。黑子，你能不能不要总干这种事倍功百的事儿啊？他们自己能走过去喝茶，不需要你把桌子搬过来。老大，俺不小心又把桌子弄坏了。你要是吃饱没事干，原来这小子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。咱带尾款来拿货，好说。只是在大荣发走了一圈，看到铜两银子6个，这3万两银子咱掏的实在都不甘心。价格虽贵，但若卖到别处，物以稀为贵，仍有得赚。贵的不是琉璃盏本身，是我的研发技术。研发技术，掰出来东西研究出来，我可是不少心血和白花花的银子，不多收点，我怎么回本？这技术只有我有，东西也只有凤阳县弄得到。除了凤阳，它难道不是稀世珍物？你带走能挣钱就是了，何必在意从我这里进价多少？货咱拿走，财神爷爽快。不过咱还有几个问题要问赵县令。好说好说。凤阳县如今研究费又从何而来？仅靠百姓田地里的收成，真供得起如此花销？这老邓儿该不会是上头派来查账的吧？绝不能让他们轻易离开凤阳。赵县令，得想个办法。没事，我在想要如何好好款待你们。你小子，别以为咱没听懂你的真实意思。赵县令，开门啊！开门呀！我知道你在家，别躲在里面不出声。黑子、坤子，过来保护我！老大，咱也怕呀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这辈子没见过门外那个女人。连私造火窍都不怕的赵行，竟怕门外一个女子。赵县令，您要是再不把黑子和坤子交出来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们2个是惹了什么麻烦，不给人家说法？老大，俺没有，我也没有。那他怎么都找上门来了？赵行，开门！都给我出去，把这件事解决了，否则你们2个都别回来。你这是？他们这是？外头那位是？说来话长，那便长话短说，那就干脆不说了。你们快从后门走，放心，后门绝对安全。你到底想怎样？赵县令，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就不走了。给你交代，快走吧。赵老弟，莫不是欠下人情债了？我说的不是这个交代。那你说清楚嘛。我问你，我丈夫到底被你弄哪儿去了？我一个明明有相公的女人，如今活得跟寡妇似的。也别叫这2个傻大个忽悠我，谁不知道他们俩都听你的？俺说的是真话，他不信。你就告诉我，我家那个到底是死是活？你猜猜。赵行，这世上有什么东西拥有4条腿，却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动？是桌子。答错了，是你家相公，现在真的不在了。这赵行说话怎如此直接？丈夫已死上门询问，他却遮遮掩掩，莫非此人之死和赵行有关？这位夫人，你莫怕，若你是想讨回公道，我等皆可为见证，也能帮你。我又不认识你，县令虽然不靠谱，但我信他。咱知道他不靠谱，既然他真的不在了，那我就回去了。慢走，不送。回头我改嫁，赵县令记得送礼。好，
一定送到。走吧，走吧，你们都赶紧走吧。好深深的百姓，你让他们去做了什么？竟连尸骨都带不回来。赵县令，此事若贩卖人口，只怕误会更深。可凤阳哪有什么大户？别的县百姓争的是粮食，是田地，日子最好的也不过一天勉强吃2顿饭。凤阳一个月能吃2、3次肉。我刚来的时候，只要熬3年就能离开这鬼地方。可我转念一想，这地方穷成这样，我要是也不管，他们还能等谁来管？在我来之前，凤阳刚经历一场饥荒，一子而食。一子而食，那些用自家种子的百姓被人杀鸡儆猴。如何杀鸡儆猴？有人半夜用滚子被烫的水倒了一遍，百姓还不知。半个月后，迟迟不见发芽，他们才明白1年的活路断了。那时候，凤阳的地不是地，是棺材板，谁种谁等死。百姓为何不报官？你去问问当今洪五爷，问问他当初为何不报官，为何被逼得走投无路。万万没想到，开国短短数年，这些贪官污吏又全冒出来了。老朱，你这么激动干啥？等等，哎，咱都是自己人。我说句实话，陛下那么多远房亲戚，肯定照顾不过来。可跟着我赵行挣钱，之后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比当皇帝还爽快。这小子这日才比咱这个皇帝舒服，钱看不上，一摊就是上万两起步。好你个赵行！朱大哥，咱们兄弟情义深重，有赚钱的好路子，我自然不会忘了你。朱大哥，亲切嘛。此事于你而言能大挣一笔，于我而言是凤阳县百姓辛辛苦做出来的手工品有了销路，如此也能让百姓日子好过些。你知道，民生大事乃是第一要务。之前本官对朱大哥多有不敬，还请原谅。正所谓不打不相识，这全都是缘分。对了，今天怎么没见着贤侄？这位气度不凡、贤惠大度、雍容端庄的，便是朱大哥夫人吧？正是，这位姓刘，是我们家老爷的管家，称刘管家便可。老朱，不是我说你，既然是皇室拿身份，就早点多误会，不然咱们正当你是贵客招待。若叫你知道咱就是大明皇帝，不知你会不会跪地求饶？赵行，朱大哥请讲。你身为凤阳县令，若真市民如将民生当第一要事，便不该如此散漫。当今圣上身为天子，尚且日夜操劳，依我看那是不得要领，事倍功半。该抓的核心事儿没抓好，不该管的琐碎事儿管太多。大胆！完了，这小子当着皇上位面说这话，重农抑商，让百姓得以喘息，更严惩贪官污吏。眼前这个便是大明第一大贪官。就你懂？你好歹还是皇上亲戚，怎么见识这么浅薄？井底之蛙。这席会上若是要吃赵行的席，不知能有几个肉菜。皇上的想法是不错，可太想当然了，想全面落实难上加难。若是重农抑商，就能让百姓富起来；若是降低官员俸禄，就能让官员廉洁；若是加大惩罚力度，那还不如做梦。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。当今皇上是一国之主，要管的该是国家大事，而不是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事。重农抑商，表面上提升了农民地位，处处开垦，看着欣欣向荣。可你知道百姓辛苦劳作就吃饱肚子吗？我先前说凤阳2种的省事，可天下的种类日子都不好，不绝温饱才该是10年要做的事。可陛下却把重心放在降低商人地位上。你本就是贪官，自然向着啥说话。商人多了，富商太有钱了，老百姓一辈子辛苦，便是给地主富商当牛马。不愧是皇亲国戚，知道些事儿。可他吃过亏，便不能说商人的存在于国家毫无利益。如今是不照百姓找商贩，得找商贩买。手中东西若没有商贩肯收，便会吃不上饭。百姓吃饱饭，当官的也吃不饱。他们还会真心管那些百姓吗？那依你之见，官员当拿更多俸日，这才是人的本性。赵行这小子忽然顺眼多了。当然要加。一个官员要养的不是他自己服从杂役，而是一家老少，还得花费打点。官员为朝廷办事，难道还朝廷纵容他们行乐？我说的是基本留下账体面。既然横竖竖都是贪心，至少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。10年寒窗，甚至20年寒窗，读书花销何其贵！许多出身不佳的人花费一家积蓄，辛辛苦苦才当上官。人家读书是为了改变你的公制，有些不是文的日子，甚至不如家中稍有几分甜度的富足小民。如今不过红云有不少官员忍受不了，此后官员和陛下之间的矛盾迟早爆发，你管不住的。别忘了，兔子急了都会跳墙，可这些经过层层考试，最终拿到功名的人，不会是兔子。大人，隔壁茶中周青求见。大哥，我见个朋友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要是介意的话，你就先走。无妨，咱也见见赵老弟的朋友。赵大人，不知我那县令的职位？这次考核后，隔壁下任县令就是你。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？这是我的履历，还有8万两银票。咋了，朱哥哥？看你脸色，莫不是肠胃不舒服？茅房从这边过去，右手边，找不到就让坤子带你。赵行，好在他还关卖笔劲儿。你别碰咱！嘿，你这还害羞了，脾气挺大。你可知，刚才你的行为乃是卖官？我知道。这么明显，你看不出来？好得很！你一个县令，哪里来的资格决定怀远县县任人选？怀远县并不小，莫非此事你如何能定？还是嫂子聪明。还有人，
这事儿我一个人肯定办不成，我上头有人。我在凤阳待这么多年，花了那么多钱，打点了那么多人，叫他们给我做点事儿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好，原以为只有你赵行一个人贪，没想到滁州已经烂到根系里了。重八是真的动，先别急。但你别急，你难道就不怕当今陛下谁不的头？我又不是神仙，砍了脑袋就合法合成。但我这事儿谁也挑不出半点。关卖关合成了合法合规，你自己看不就清楚了？咱不记得大明律里有这一条。促进当地经济，为百姓提供就业岗位，为2000多贫困百姓提供岗位，招商引资，吸引人才进入怀远县。创办希望小学，看周清仁复设特殊工坊，提供做岗位。不做这个查状元都好，咱求的不就是百姓能过上好日子？老朱，这份履历交上去，他当县令合法合规吗？他有资格、有能力当上怀软县令，完全可以走正当方式，举贤有功。可你收了银子，这事儿就完全变味儿了。8等亲眼所见便是人证，你们是一伙的，互相作证，怎可信？除了你们，还有别人看见吗？行，算你狠。朱大哥谬赞。哼，说起来，这事儿我还有功劳，起码我给怀远县百姓选了一个能实实在在他们过好日子的好官。好官，8万两买来的好官。要是不选周清，你知道怀远县下任县令会是谁吗？原本要定下的人。大嫂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东西我也会去。把东西拿来。这是……不要在意世俗眼光，现在给你个机会得到我。南瓜、冬瓜、哈密瓜，你是我的小傻瓜。黑子，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？这个好，咱留着。我让你拿怀远县人选资料，不是让你拿这玩意儿。给，这才是怀远县原本要定下的人。就这些，多年苦读，博览群书，皆是虚名。他是平县前县令续前家大哥，只是这层关系极少有人知道。买官卖官，结党营私，这才是真正的官场。查，给我往死里查。所以是走关系。走关系倒也罢了。可这人吃喝赌抽样样精通，他家的佃户若遇丰收年，别家多少还能存些余粮，过年置办2身衣裳。可他家一丰收就涨租，年成差也不降，是不止1件2件，否则我何必冒险？若此人真有问题，而不是用这，我一个区县县令有机会直接面见皇上。老朱，所以你就谋缺？我是在避开庸官，推一个能干事的人上去，方式不好看，但结果好看。实际上，贪财的官员也不是不能用。何以见得？他们想要什么很简单，权和利，只要你捏住他的把柄，掌握给权的尺度，再给他一定利益，他自然玩命给你干。清官有何不好？他们想青史留名又高高治理，吃不饱穿不暖，你跟他圣贤理举，他听得进去吗？若当年给当今陛下一个读书机会，却依旧不给他饭吃，不给他衣穿，他啃树皮挖草根，你说他还会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？很多人痛恨贪财的官员，既有了百姓才过不上好头，朝廷才会动荡。可后来这些人是怎么出现的？他们用剑亮气的，也许还记得，但那些初衷已经和他们没关系了。平县县令就是我亲眼见到的例子。当年他见我第一面，骂我是贪财之人，把我贬得一文不值，说他一辈子都不会与我这种人为伍，更不会成为我这种人。后来呢？你们猜这玩意儿是谁送的？莫不是平县县令？还有这些，什么名家笔墨、纸砚、书画、古籍，全都是他送给我的。虽然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值钱，但摆在这里，多少能装装门面，就留下了。若你说的是真的，他当年既看不起你，又骂你贪财。老朱，这事儿我还用吹牛？你看那边还有他亲自题的诗呢，字不错，字是不错，脑子当年是真不行。此话怎讲？很简单，当年大家治理的百姓都是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。我这边想的是，先让他们吃饱穿暖，有活干，有钱挣。可刘怀生那家伙选择教百姓读书，不光发动县里的读书人去教，他自己也亲自去。不行了，老朱让我笑会儿。他天天把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颜如玉挂在嘴边，结果再也没提过这句话。教百姓读书本是好事，若百姓饥寒交迫，读书变成了远水救不了近火，吃不饱的时候，书救不了命。所以啊，清官未必不会害人。我没说读书不好。可一个快饿死的人，你让他读书，他只会问你一句：问什么？书能当饭吃吗？百姓连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和他说黄金屋颜如去，他们只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知道很多人痛恨贪财的官员，贪财的官员不该恨，该恨。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些人是怎么来的？有多少人在考位功名的时候也想青史做热血，也前舍留名，想不负寒窗苦读？刘怀生当年就是这样的人。那他为何会变？因为他发现光靠圣贤书救不了快饿死的人，靠清明也换不来粮食。后来他自己提着礼物来见我。所以你觉得贪财的官员无错？我没这么说，贪财的官员当然有错，该杀的也该杀，但只会杀，杀不完。今天杀一个只割叶子，明天冒一个，今年砍一批，明年又长一批，春风一帅，还是满地都是。那依赵亮领看，根在人性，也在制度。人会怕死，但人也会怕穷；人会怕律法，但人也会被欲望拖下水。你让一个读书20年才当官的人，拿着连一家老小都养不起，就让他每日看见权贵豪商挥金如土，你猜他能忍多久？就是这么一步步变的。不是笑他教百姓读书，好官坏官是史官写的，百姓能不能吃饱饭是他们自己肚子知道的。我不管后人骂我贪财还是夸我能臣，我只管凤阳百姓今天有没有饭吃，明天有没有活干，后天能不能活得像个人。至于清明，那玩意儿不能当饭吃。这一路走来，
赵行此人最擅长的便是操纵人心，整个凤阳县像一只牢不可破的铁桶，其中每一个县内人对他忠心耿耿，还有这些人手上掌握着制作火器的技术，他们忠心于赵行，百姓连饭都吃不饱，衣服都穿不暖，哪还有心思读书？当初刘怀生亲自去教百姓三字经，结果没一个人听。后来他甚至被百姓当面说了一顿重话。百姓对父母官说这么重的话，说的可直白了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模仿一下。大人，您是我们的父母官，咱能陪您折腾一次两次，学这劳氏字的三字经，可求求大人也体谅体谅咱们。家中孩子等米下锅，老娘等药治病，这书我们背会了，念会了，能给孩子当饭吃吗？能给老娘治病吗？能给我那重病在床的老娘当药用吗？大人，咱要饿死了，咱真的要饿死了！您吃得上饭，我们每日却只能吃一餐，再不干活，一家人都得饿死。如果您真是我们的父母官，就求求您，给我们钱，给我们粮，让那些地主别再压榨咱们，让田地里能长出更多粮食，让布庄那些布料咱也能买得起。咱就是种棉花的，却给自己孩子做不起一件棉衣。7个孩子，活到现在只养活了4个，1个冻死，2个病死，还有1个实在养不起，只能送到大户人家做工抵债。幸好咱现在能吃得上饭。刘怀生被说之后，失魂落魄回了家，大病一场，高烧不断，拖了近2个月，才算彻底好起来。然后呢？病好之后，他就来给我送礼了。老朱，你说你兄弟我厉害不？还不快夸夸我？咱的手为何如此像大人？老朱，我刚才表演这么精彩，说的口干舌燥，你是不是该给点茶水费？去，滚一边去！咱没钱，都是穷苦人。尊嘟假嘟，什么尊嘟假嘟？咱说没钱就是没钱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你不信也得信。好了，暂且不说这些事，今日只谈生意。既然赵县令有挣钱的法子，不如也多同我们说说。我们若挣了钱，自然不会忘了报答你。赵老弟，咱也不是完全拿不出银子。当初在研究所见到的那些玩意儿，你松松口，卖咱1、2门火炮，银子随你开。啊！如果你们真正想做的生意是火器生意，那琉璃盏的3万两银子，我全部退给你们。你们要多少封口费，我也照给。这生意，我宁可亏也不做。他连3万两都舍得退，却死不卖火器，难道他真想把火炮牢牢握在自己手里？这老朱怎么一直盯着我的火器？他真是来挣钱的？
还是想造反？老朱，咱们之间都是兄弟，你老实跟我讲，你是不是想坐上那个位置？这小子是在试探咱。赵老弟，既然你问了，咱也不瞒你，你有火气，咱有钱，也有人马，咱们二人合作，你给咱提供些便利，日后若是大事得成，这其中的好处，咱万万不会少了你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位置也是你的，拿下。不是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放肆！把咱放下来！想拉我下水造反，做梦吧！嫂子，这不能怪我，造反可是灭九族的大罪。老朱人挺不错，可这种思想不能有。赵县令，你误会了。误不误会，先关起来再说。赵行，咱只是开个玩笑。造反这种事能开玩笑？赵县令，这里面可没有我的事，我一句话都没说，能不能先将我放下来？好啊，老刘，咱们这么多年交情，你给咱来这一招，我出去之后才能找人来救您啊！你们确定要当着我的面嘀咕？我听得见。拜托，把老朱和刘管家带去工厂，什么时候改造好了，什么时候放出来。走。改造？思想改造。对了，朱大木现在在哪儿？在鸿福客栈，住的是总统套房。好家伙，还挺会享受。告诉鸿福客栈掌柜，他的一应花销价格3倍。不用担心人跑了，县衙派人看着他。嫂子也在咱手上呢，老朱一看就是妻管严，梁他们父子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赵行，喊啥？嗓门大了不起？走，去牢里看看。之前抓回来的那个小丫头，饿了5、6天，一句话不说，还真是块嘴严骨头硬的好苗子。这位小哥，不知赵县令说的工厂是个什么地方？算是好地方了。咱们县令那么狗的人，你们招惹了他，竟然还能不用去矿场挖煤，运气真好。矿场挖煤，难不成是要去挖一辈子煤？可别瞎说，咱们凤阳可不兴那种。嘿嘿，不过想见识矿场挖煤也简单。原来之前赵行的车稳，不光是路平，那马车减震确实不凡。哼，连车都要压咱一头。怎么样，两位大人，这东郊工业区的气派可比你们那破旧的县城强多了吧？看你们有点文化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刚，就去造纸厂吧。造纸厂？凤阳县纸张这么便宜，就是造纸厂产的。难怪，这个月产量又涨了3成，还研究出新产品。以前的初代纸，现在便宜得很。要不是当衙役是铁饭碗，旱涝保州，我都想进厂了。造纸厂前段时间说1个月保底8两银子，包吃包住，绩效好还有奖金。一个工人月银8两，还包吃包住，闻所未闻。包吃包住也得看怎么包，一日一餐，几十人挤一屋，也叫包吃包住。
赵恒那小子奸诈狡猾，这事儿得眼见为实。哟，老陈，你们又来了，进去喝杯茶啊！大爷，您一把年纪了，叫我小陈就行。啥？你说啥？谁一把年纪？大爷说啥你应啥，不然他往你面前一倒，你没处说理。没呢没呢，大爷，我说我一把年纪了。等我们先把这两人送进去，再来陪您唠嗑。哎呦喂，我的个亲娘老爷！你又怎么了？大白天捆这么结实，现在年轻人真会玩啊！咱不是年轻人，那更会折腾。主管，厂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把厂里的纸偷偷拿出去卖了。你自己说，这是第几次了？我卖纸确实是第一次啊！岂有此理！之前偷饭盒、偷肥皂，不算是吧？厂里给你吃，给你住，给你工钱，你还偷？厂长，饶我一次，我真不敢了。给过你2次机会了，第3次犯错就乖乖接受惩罚，拖下去，纸炮法。不要啊，厂长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不去，我不去啊！老爷，这纸炮法怕是不简单。赵行这凤阳到底还有多少荒唐事？老爷，看来这纸炮法是凤阳最重的刑罚。也不一定。什么意思？对有些人是惩罚，对有些人算奖励。哎呀，厂长，我今天犯错了，不小心弄坏了架子，请处罚我吧。去，这个月才第5天，你都犯错10多次了。我知道错了嘛。你的员工福利已经超额领了，下个月再来。那我替刚才那个空友受罚行不行？再不滚，就把你赶出厂。凤阳，真是藏龙卧虎。大人的意思是纸炮罚？不是，正常按长工待遇就行。别人干什么，他们就干什么，不搞特殊化。行吧，跟我走，先看看造纸厂，再讲规矩。先一人领2套工作服，1把钥匙。他们俩什么来头？凭什么插队？就是穿的人模狗样，绫罗绸缎的，还跟咱们工人抢。这厂里人不少啊。吵什么？都不想干了是吧？现在还没办入职，不想干的趁早回去。每人2套工作服，换洗用。穿旧了，拿旧衣服来换新的。这是脸盆，3条毛巾，被褥1套，自己拿好。这是钥匙，宿舍里1人1个柜子，放自己的东西，还有工牌，把名字写上，按手印登记。以后你们1日3餐都凭这个工牌去领。这些要多少银子？哎呦，这问题可稀奇。上次听人问，还是去年。难道不用交钱？这些都是厂里的员工福利，不收钱，也不从工钱里扣。逢年过节，厂里还会发米面粮油，生日也要填上。生日当天，厂里给你们做蛋糕。蛋糕？甜的，好吃的很。这些福利全是赵大人提出来的。赵大人又精又贪，可他真是好官。反正他贪不到咱穷人头上，还给咱谋福利，咱就支持他。贪财却贪得有原则，精却精得人人都认。老爷，凤阳百姓对赵行的看法倒是出奇一致。如果有人跟你们说这些东西要交钱，或者要扣薪资，全是假的。
若真有人这么做呢，举报，核实之后奖励10两银子。老爷，臣每日在朝堂上弹劾百官，接了不少违法乱纪之事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要不你也给臣一点奖励？滚一边去！咱可不像赵恒那个大贪官，肥得流油，咱成天批责找，批到狗都睡了，咱还不能睡，也没见谁给咱奖励。谁不是呢？咱们造纸厂是4时辰工作制，4时辰，4时上工，5时休息1个时辰，吃饭睡觉，有时一到下工，每日3时辰，月银8两，包吃包住，还有福利。若当年长工有这待遇，咱还揭竿而起做什么？天下这么大，能过上这等安生日子的百姓又有多少？若一日不能让人人如此，咱便一日不能懈怠。明日刚上工，会有老师傅带你们。不会就问，别乱碰机器。厂里每月用水有定量，不准浪费。最重要的是，厂里的东西和技术全都不准带出去。入职契约、保密协议、厂规和奖惩制度，等会儿签字按手印。谁敢把技术传出去，定当从重从容惩处。规矩清楚，责权分明，奖惩有据。老爷，此法可入朝廷公访参考。一间4人，你们暂住这间，倒没有几十人挤一屋，也没有一日一餐糊弄。你们想啥呢？赵大人精归精，但真要在吃住上苛待工人，工人能把厂门堵了，自己收拾。晚饭凭工作爬去食堂领。食堂？吃饭的地方，荤素都有，不过别浪费，浪费罚款。